岁月啊，就像那缓缓流淌的河水，不经意间就把我们这些老字辈的推到了岸边，还记得吗？那些年，我们耳边常常回响着一句话，就像老唱片上的划痕，听得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台湾要是敢独立，就要武统。那时候，这话听起来真像是悬在我们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人心里总有点七上八下。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可您瞧瞧，就在不久前，台湾新上任的赖清德总统，那可是在国际媒体路透社的镜头前，白纸黑字、斩钉截铁地宣布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话一出，按理说应该地动山摇了吧，全世界的神经都得紧绷起来吧。结果呢，中国大陆那边却是一片悄无声息，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可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了。不是说好了你敢独立我就打你吗？怎么现在都成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呢？其实啊，这事儿我们得掰开了揉碎了讲。您看，不管是网上那些嚷嚷着要武统的粉红们怎么说怎么想，那都不重要。台湾到底是不是宣布独立，要不要动武，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中国政府，也就是那位最高领袖手里。这就好比一个家里，就算家里所有人都嚷着要买这个买那个，只要当家的不愿意，这钱就花不出去。反过来，哪怕所有人都说要省吃俭用，当家的要是铁了心要花钱，那谁也拦不住。所以啊，我们没必要在网上跟那些粉红们争得面红耳赤，因为他们说了不算数，他们手里连选票都没有，对党中央的政策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但我们就不一样了，无论是台湾人还是美国人，甚至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的人，我们的选票都是有分量的，它能决定谁当议员，谁当市长，谁当总统。这就好比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把尺子，可以丈量出谁更有能力，谁更值得信任。所以啊，我们根本不需要和中国墙内的人达成什么共识，我们只需要在自由世界内部达成共识就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说什么怎么打，什么时候打，其实都不重要。目前来看，共产党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实力能够入侵台湾。当然，我们不可否认，他们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集权、增强军力、备战。台海确实存在战争的风险和危机，但是战争会不会发生，跟台湾是不是独立其实没有直接关系。您看，一个高举台湾独立万岁旗帜的议员都能当选总统，中国大陆对此都无可奈何，这难道还不是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于中共政权吗？这本身不就说明了一切吗？台湾人当然有选择统一，也有选择独立的自由，而且台湾的未来选择权就掌握在台湾人自己手上。这件事本身，这种政治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已经是独立的明证了。我相信未来中国政府面对赖清德总统在公开场合宣布台湾是独立国家，仍然会像过去一样通过国台办或者外交部进行言辞谴责，主要还是靠打嘴炮。当然军演也可能会出现，只是耗费太多的军费，他们又不敢真的开一枪一炮，这种威慑的力度正在一点点减弱，甚至连中国国内那些爱国网民们都不再相信中国政府真的愿意去统一台湾了。从1949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几代人，可他们却只能继续被中国共产党忽悠和欺骗。自从去年5月20日我上任以来，对外我积极和盟友站在一起，进行各项合作，希望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是一股良善的力量，有能力也有意愿
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对内，我一直希望能够团结国人，团结朝野，团结国家，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包括强化国防、强化经济韧性，以及解决我们面临的各项问题。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并吞威胁，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了国家牺牲生命。我们也常常听到覆巢之下无完卵。今天的台湾需要我们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责任要承担，但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守护国家主权，共同守护我们真实的民主自由，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下一代的未来。我们要为国家牺牲奉献，必然要先了解国家的定义在哪里。简单来说，国家就是拥有固定人民，管辖特定领土，可以组织政府，对内对外都有最高权威，也就是拥有主权以及治权的政治共同体。所以我们看，要有人民，要有土地，要有政府，要有主权，这4个要素才能成为一个国家。反过来，一个国家也必然要有这4个元素。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我们来讨论一下台湾是否为一个国家。根据国家组成的4个要素：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这是土地，定期改选各级政府执行公权力，这是政府，这是治权，并对外进行外交，拥有国防力量，这是主权，由这块土地上的2300万人民所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是不是一个国家？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台湾当然是一个国家啊！从1996年李登辉前总统当选第1任民选总统以来，我们每4年改选一次总统，从2000年的陈水扁总统、2008年的马英九总统、2016年的蔡英文总统，以及2024年的赖清德总统。我想国际社会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或者我们用国家组成的4个要素来检验，我们都是一个国家。但是中国说不是的，中国说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那它根据是什么呢？它根据联合国1971年的2758号决议文，宣称中国拥有台湾，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在国际上根据2758号决议文宣传它的一个中国原则，衍生出一个中国3阶段论，就是中国主张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政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宣称，根据2758号决议文，没有2个中国，也没有一中一台，他有这样的主张。所以他多次在国际上宣称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把文件拿出来看，2758号决议文写得很清楚，它的内容是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关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换句话说，2758号决议仅仅处理联合国席次代表问题，并没有牵涉台湾。而且我们说嘛，国家的组成是4个元素：人民、土地、政府、主权。有没有包括可不可以参加联合国的会员？没有。所以中国是不可以根据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声称中国拥有台湾，声称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这种说法是大错特错。国际社会也不承认中国对台湾主权的主张。美国国务院今年已经清楚说明，2758号决议并未议决台湾主权。这不止美国国务院这样主张，美国众议院甚至通过法案，还有欧洲议会、澳洲、
荷兰、比利时、加拿大、英国及捷克各国国会。未来还会有更多对中政策的跨国议会联盟，也都同样这样认为，也都通过决议，都声明2758号决议与台湾主权问题无关。可是中国又说了，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因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主张？中国有没有这样讲过？有吗？可是它到底是不是呢？我来从历史跟大家说明一下。台湾自古以来就有独立的生态系，台湾不是荒野蔓草，无人居住。早在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时代以前，台湾就有独立的生态系。台湾也是南岛语族文化的起源，台湾很早就开始向外传播文化，同时原住民族也早已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展出璀璨的文化。您看那张图，红色的区域是马来半岛和亚洲这边，土黄色的是巴布亚语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他都是南岛语系。大家有没有找到台湾？公元4000年前，台湾就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台湾的原住民，他们不了解，以为台湾的原住民是来自中国大陆，甚至原民委员会选出来的原住民立委还跑到中国去参加中国的原住民活动。其实台湾的原住民是南岛语系，是很多国家的发源地。我们再回到上一章，大家看到右上角的夏威夷，我去访问马绍尔群岛、图瓦鲁和帛琉。经过夏威夷，大家知道我飞机搭了多久吗？搭了13个小时，那么久。以前的原住民到底是怎么来到夏威夷的？这是不可能想象的。他们那时候的毅力跟那种情况实在是很令人钦佩。到目前为止，就是在信史时代以前，台湾本身就有文化，有动物，有人，而且是跟中国没有关系的。再来就是进入大航海时代。1624年，荷兰人登上台南，东印度公司建的热兰遮城就是安平古堡，还有普罗民遮城就是赤坎楼。荷兰人来台后呢，教导当时台南的原住民。1626年，西班牙人也登上台湾北部，就是今天的红毛城。我要跟各位报告，我们讲到这里之前，跟中国都没有任何冲突关系，通通都没有。所以中国说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中国所讲的不是事实，大家认同吗？好，接下去是中国开始跟台湾发生关系是什么时候？1662年，郑成功率兵击败荷兰人，并在台湾建立政权。随后郑经建立东宁王国，这个也是从我们台南进来。那东宁政权被英国人称为台湾王国，直到1683年施琅击败郑克爽，台湾才被中国王朝开始统治。后来1887年才设省，但也不是台湾全部，而且时间只有8年，就因为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所以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也就没有了。1895年马关条约第2条，清帝国明确割让台澎给日本，台湾人守护台湾的意志是令人非常钦佩的。我们的祖先是非常勇敢的。清朝官员曾经设置台湾民主国，当时的大总统叫唐景崧，就是清帝国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时，当时的官员在台湾的唐景崧建立台湾民主国，他自任大总统。那台湾人民为了保乡卫国，持续抵抗。1895年在台南发生的教8年事件，夺取了关田，就是许天才市长的家乡。还有铁线桥事件在新营，科寮事件在北门，铁国山在学甲。参与者都是以道太多的精神持续对抗入侵者。您看，那是没有政府，没有军队哦，台湾人道太多，所以台湾人从很久以前就有反侵略、守护台湾的意志。我这样讲，也许你们没有什么感觉了。
我来用目前总统府国安会咨询委员黄崇彦几个月前的一篇脸书来跟大家说。这篇脸书在写什么呢？刚好在写教8年事件。他的脸书是这样写的，他说：我的曾祖父姓杨，单名一个聂字。那一年就在他快出生前没多久，他的父亲就过世了。来不及看到女儿出世就快当爸爸的高祖父，因为1895年10月的某一天呢，住在家里一带的高祖父跟着庄里头的男丁们带着长刀火枪，那些所有可以被称作武器的，修了团出来抵抗。不久前才从嘉义，应该是现在的嘉义布袋上岸来接收台湾的日本军团。我们向那个年代的人一个掌声好不好？很勇敢啊！其实台湾抵抗的意志不是只有在台南，其实各县市都有。我只不过是举台南的这些事件来跟大家说明各县市都有。那也不是只有在1895年哦，大家看看，即使在日本统治20年后，1915年台湾人仍然奋起抵抗，比如西来庵事件，就是叫8年事件，包括原住民至少有1400人遇害。然后1930年，日本已经统治35年了，还有发生雾社事件，这些都证实了台湾不分族群、不分先来后到，持续反抗压迫与侵略的精神。很多人想要知道台湾有没有守护自己国家的决心呢？国际的朋友都这样问台湾，或是问我，我都讲这段故事给他们听啊。所以我要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拥有台湾。为什么呢？因为在日本投降后的1951年，日本在旧金山合约第2条第2款明白写着，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澎湖等岛屿一切权利、名义与要求，都已经全部放弃了。旧金山合约并没有把台湾归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候中共建国不到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任何一天。从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到今天，再到1996年，我们台湾人民不分先来后到，不分族群，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的国家迈向民主化。1996年总统直选，主权在民更为确立。中华民国台澎金马第1次总统直选后，李登辉成为首任台湾民选的总统。那我们的国民呢？有这本护照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华民国宪法上的名称也是叫中华民国。我们的友邦或者是国际上我们的朋友称呼我们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是称呼我们为台湾。我当选总统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公开祝贺，称呼我为台湾民选第5任的总统。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台湾都是我们的名字了，都是我们国家的名字了，都一样响亮了。无论用哪一个名称称呼我们，我们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因为我再讲一遍，国家的组成4要素没有包括名字啊，人民、土地、政府、主权嘛，没有包括名字啊，也没有包括你有没有参加联合国啊，也没有规定你有多少个邦交国，你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对吧？所以最主要的是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说，那我们国家的主权属于谁？属于人民啊。是2300万人还是13亿人、14亿人？是2300万人啊。因为我们的主权跟治权就是台澎金马。那现在的宪法有写哦，中华民国宪法第2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那谁是国民全体呢？第3条有写，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所以你要有中华民国国籍啊，你才能够称为中华民国国民，也才能够拥有国家的主权。大家说对不对？没有错嘛。那目前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是哪一些地方的人？
就台澎金马，总共大约有多少人？就2300万人啊，这个很清楚吧？我这样讲，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嘛。另外就是说，你不管什么时候做民调哦，维护国家主权是绝大多数国人的共同立场，不管他支持哪一个党啊，不管他是什么族群，不管他年纪，不管他住在哪里，每一次的民调大概是这样，差不多85%的民众主张台湾的未来由全体2300万人决定，有近80%民众认同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大家赞同吗？台湾的未来由全体2300万人决定，大家赞成吗？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大家赞成吗？好，那我们的国家到底是现在已经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我们要了解一下。我跟大家报告，我们值得骄傲，真的值得骄傲。我们是世界第21大经济体啊，我们民主指数全球排名第12，亚洲第1，世界竞争力指数全球第6，去年第8，我们又进到第6，自由度评比取得94分，亚洲第2名，特别是我们的宗教自由度是100分呢。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亚洲第1名，各国安全指数世界第4，亚洲第1，人类自由指数亚洲第1，经济自由度全球第4名。我们为台湾喝彩一下好吗？ IC 设计跟封测全球市占排名第2，封装测试全球第1，晶圆代工7奈米以下市占全球 74%， 3奈米以下 90% 以上。笔电的笔记型电脑来自台湾，超高无线电脑、桌上型电脑、桥牌游戏都来自台湾。生成式 AI 伺服器啊，90%来自台湾啊。一般的伺服器 83% 来自台湾。高阶自行车，台湾厂商制造占全球 55%。就螺丝啦、螺帽啦、钢钉啦，外销比例超过 90%， 是全球第3大扣件出口国。另外手工锯机，起子啦、螺丝刀啦、扳手啦、哈丁枪等等，全球第3大手工锯机出口国。大型游艇台湾订单名列全球第5，萨克斯风占全球20%，难怪它一定要并吞台湾了，对吧？我们台湾当前面临的威胁，除了中国的文攻武吓，文攻武吓的部分我以后再讲，在国防那一章的时候再来讲。另外，最主要有5个威胁，就是中国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中国对国军的渗透以及间谍活动的威胁。第3，中国混淆国人对国家认同的威胁。我今天的报告就是要厘清国家认同啊，避免中国持续混淆国人对国家认同的威胁。第4个是中国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的威胁。第5，中国借联合融合发展吸引台商台青的威胁。我常常看到就是说他老是在提说什么欢迎台湾人、年轻人去中国创业，去那边就业。大家都知道嘛，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曾经报过20几%，那后来就不再报了。为什么？越来越严重，他自己的问题那么大。所以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台湾的民众要清楚，台湾这么好，民主社会、自由的国家，提供每一个人创业发展的机会。7大工业国的领袖公开发表，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安全及繁荣不可或缺，同时也强调反对任何单方面透过武力或胁迫改变台海的现状。换句话说，中国的威胁固然是台湾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因为台湾的安全跟台海的和平稳定牵涉到世界安全跟繁荣，所以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国防部、军文社每天都会发布，如果有兴趣，大家每天都可以看。共军机舰都持续扰台，为了要保卫台湾、守护民主、保护人民、
维护经济发展的成果，我特别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并针对中国为境外敌对势力提出17项因应策略，希望国人团结合作，团结守护我们的国家，团结守护我们台湾亮眼的经济成就，还有傲人的自由民主表现。大家说好不好？最后，我希望能够继续和全体国人携手打拼，让我们的团结成为国家最坚实的防线，共同守护主权，让国家更强，让台湾的民主之光照亮全世界。